反正他们3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寄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我这样跟你说啊，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我讲，杜坤，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讲什么呀？说齐焕生，说什么？我不认识。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不认识。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8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就算是同一届，8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认识。怎么认识的？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在哪里？在他家里。和谁？我自己。哪一天？谁可以作证？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一共去了几次？1次。1次就进人家卧室，啊？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头一次进人家，人家就喊你搬东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绝对是不干。你刚有声先停。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
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喂，秦爸。秦总。怎么样？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应该可以吧？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秦总啊，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3个人，都是女的，带2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好嘞，再见，晚上见。好。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带2套设备啊。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哦。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不认识。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8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就算是同一届，8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秦爸，秦队，秦总，秦总，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哦，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听专家的。好的。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好的。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好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重点是枪。明白。好。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他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你好，我是新策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你们好。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不紧张。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谢谢你。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海平这么做有2个用途，上仪器，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也非常的还有就是他这么做它不会对你能的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知道了。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你是不是杜坤？是。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是。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是证书吗？不知道。是存折吗？不知道。是珠宝吗？不知道。是黄金吗？不知道。是纪念币？不知道。是现金？不知道。你是汉族人吗？是。你是杜坤吗？是。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是绳子吗？不知道。是菜刀吗？不知道。是砖头吗？不知道。是匕首吗？不知道。是铁锤吗？不知道。是手枪吗？不知道。你是汉族人吗？是。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为什么？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不然试图数据出来不抵触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可以。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3轮，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那就继续吧。你是杜坤吗？是。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是绳子吗？不知道。是菜刀吗？不知道。是砖头吗？他不敢了。不知道。是匕首吗？他不敢再动了。不知道。是铁锤吗？不知道。是手枪吗？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是。
你是杜坤吗？是。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在家里？不知道。在办公室里？不知道。在山上？不知道。在水里？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不知道。不是。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你是叫杜坤吗？是。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不知道。是纪念币吗？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是手枪吗？不知道。手枪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在水里吗？不知道。重复我上一个问题。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对。你别问，不辞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5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旧手窖里面了。测试结束。大平，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姚姐，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他，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他撂了呢？最后，对啊，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讲不清楚。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对，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其实我们第3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我贪功了。很好，很好。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我没眨呀，没眨呀。坚持住啊，坚持住。哎呀，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明白。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秋，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好。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5、6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2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为什么盯上齐焕生？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不要吹了，走。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齐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怎么盯上邱行长的？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
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假的。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2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爸妈，你们别伤害我孩子，不要伤害我女儿。老实点。你们有什么？老实点，你们随便拿。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过来！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2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带过去。是这里吗？好好辨认一下。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弹匣和子弹呢？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带走，带走，带走。秦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对的嘛。下决心吧，爸。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就是1000人也得干。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还可以嘛，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就是的。可以可以。杨兄，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拉网式排查，一个一个的找，就是找不到啊！行，我想办法。好好，接着干啊！继续继续。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袁婷，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1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好，谢谢袁婷。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10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喽。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喂，同志们，你们再抓点紧！12点钟，上游水电站要放水，我们能不能在水到之前把枪找到，好不好？干活，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看一下，生锈了，看不到枪号。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怎么石头磨一下呀？磨一下。就是他，这是谁？是的，找到了，找到了。脚步走过山与河，他走过泥泞沼泽，让一切故事从头说。
是沉默？谁留下那一束光？游弋在无边夜色，风在吹，就在此刻，谁寻找那一束光，拼凑着月色斑驳。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万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秦总，您找我？你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那检台怎么还没送过来呢？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哎，好，我现在就去。罗大姐，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400多份吧。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我没有问题。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局，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还在手术。怎么回事嘛？前2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要点啥？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怎么了？我们是派出所的。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2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这个办这个2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啊，你们也做呀？嗯。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
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谢谢啊。这儿。对，就这样。滚一下啊。对，来，还有这个。真是麻烦。来，给你，谢谢啊。可以了啊。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慢走啊。谢谢。停车！我感觉就是他。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好。我取了常兴荣的指纹，是那个常小兵的叔叔，我感觉像，家里赶紧对一下。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出来！听到没有？别动！跳起来！起来！我们终于见面了。你们好像抓错了吧？我们不认识啊。我当了你28年了，知道为什么抓你吗？说！知道。我杀了人了。杀了几个？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畜生！带走！
犯下这些案子，给良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2个儿子？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吧？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有的，2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你好，你好，你好。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好好好，请坐。好。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了？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哎，把人带进来吧。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我背一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那2002年之后呢？这10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不想杀就不杀了嘛。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拿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程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只是过了初试，2选1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我喝一口可以吗？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秦总，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为什么？我不配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凉城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哎，老宋。哦，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哦。师傅，案子结了，您放心吧。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傻乐什么呢？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3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我看不清你啊！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快，吃饭，拿碗快吃饭。你这饺子我剥半天，你不吃？你尝一下。不。爸，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为什么？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啥叫降维打击啊？啥叫降维打击啊？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这个别什么都信啊。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嘛。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呢。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什么书？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上了。哟，海平。快吃饭。喂，亲爸。海平，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哎呦，你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怎么了？说。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别骄傲啊！我陪你去啊。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啊？啥事儿啊？你们又装傻呢？你跟老赵啊，这啊，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啊！一晃20多年，苦一辈子。妈，我觉得老赵不错。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我怎么不能管啊？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酱多啊。咸了。嗯，你笑什么呀？没什么。下星期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爸，我没女朋友。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可是我真没女朋友。是吗？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抓紧，抓紧，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原来你都是蒙我的。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完成你心愿，他也都读完了，也当警察了，是不是？你是叶海平吧？哦，我是。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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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走了，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妈，我想去。好，我送你们。谢谢，谢谢。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她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医生，医生！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我是刑警，我是刑警。案子结了，有一份，咱就算一份。